乌军首次使用海马斯打击俄境内目标，乌特种部队打击叙利亚俄军 ，F-35获得隐身导弹，美空军正在制造廉价巡航导弹，空客推出隐身无人僚机。最近大兵在电报群看到一张照片，发布者呢说这是2024年6月2号期间被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系统发射 GMLRS 火箭摧毁的 S-300-400发射器以及支援车。如果消息属实，那么这将是美国武器首次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5月3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包括打击俄境内目标。此前，乌克兰仅限于在本国境内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无法应对来自布良斯克、库尔斯克和别尔格罗德地区的大量袭击。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遭受乌军打击的 S-300-400防空系统距离哈尔科夫州北部当前前线约60公里，距离哈尔科夫市80多公里，已经接近了海马斯发射的 GMLRS 火箭射程的极限了。在2019年，美军表示该武器的射程最远可达92公里，但一般情况下，为了提高武器精度，不会卡在射程极限上发射，尤其这次是对俄罗斯高端防空系统进行打击。也就是说，这次乌军发动打击的地点可能并不在哈尔科夫后方，而是在更加位于前线的位置。这或许说明了乌军高层认为，目前哈尔科夫局势已经相对稳定了。毫无疑问的是，以这件事为代表，未来乌军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程武器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俄罗斯想要依靠国境线消耗乌军的计划已经破产了。大兵个人认为，不能排除俄军恼羞成怒，在哈尔科夫方向发动下一轮大规模进攻，以继续拓展所谓的缓冲区的可能性。根据福布斯新闻的报道，乌克兰已经拥有39套海马斯火箭系统，但其中2套受损，前往美国维修。目前乌军仍有37套海马斯在服役状态，它们将是俄军无法忽视的一股威胁力量。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俄乌战场。6月3号，俄罗斯继续延续着在沃夫昌斯克的失败。有视频证据显示，乌克兰军队在沃夫昌斯克市中心的杜霍夫纳街重新夺回了阵地，而且和俄军在近距离剧烈交火。截至写稿时，战斗仍在持续。不过从无人机录像发布的数量，貌似乌军在该地区的无人机要远高于俄军，这就导致了当地乌军士兵的信息感知能力是要远胜于俄军士兵的。一旦俄军被乌军无人机发现，就会遭遇自杀式 FPV 的打击。就算俄军躲在一些打击死角，乌军士兵也能凭借信息优势对俄军形成压制。好比打游戏开了透视，看来俄军想要夺回这片区域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了。乌克兰也验证了这种说法。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尤里波夫赫指出，俄军略微降低了在哈尔科夫州北部的攻击强度，并以不超过几个摩托化步兵部队的小部队群猛攻乌克兰阵地。但就像刚刚大兵所说的，在巷战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乌军将会占据主导地位，俄军想用小股部队反攻恐怕是有些力不从心了。同时还有情报指出，俄北方集团军开始摇人了。俄罗斯军事指挥部开始将第72摩托化步兵师和第41摩托化步兵团主力引入哈尔科夫方向。而在利普奇经历了近1个星期的攻击，俄军终于在利普奇北部的森林地带取得了一点点进展。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俄军只敢在白天发动进攻，这或许说明在夜视仪的数量和质量上，乌军是要优于俄军的。而在库皮扬斯克，乌克兰军队袭击了库皮扬斯克东北部维尔沙纳河上的一个俄军据点，双方围绕着库皮扬斯克爆发了多次战斗，但俄军依旧无法取得进展。俄军最近最大的进展恐怕就是在恰西夫亚尔了。一位俄罗斯博主称，俄罗斯军队越过并且占领了运河西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俄军还声称要在胜利日之前占领恰西夫亚尔，作为给莫斯科的献礼。现在看来，恰西夫亚尔打了2个月，俄军才堪堪啃下了恰城外围最西边的城区。按照这个推进速度，想要完全占领该区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而在阿夫迪夫卡以西，俄军继续维持着推进状态，这一点并不奇怪。大兵之前也说过，
乌军建设长达1年的阿夫迪夫卡西防线在被俄军突破之后，接下来呢就是大量的田野地区，乌军缺乏建筑新防线的有利地形，只能依托零星的定居点对俄军展开阻击。6月1号，根据乌克兰安全局消息人士称，从今年年初以来，乌克兰一直在打击位于中东和非洲的俄罗斯军事设施，以此来降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从2015年开始，俄罗斯就开始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支持下，俄罗斯获得了在该国的永久驻兵权。然而，去年秋天，俄乌前线的俄军明显吃紧，莫斯科开始将一些部队从叙利亚调往乌克兰前线，这导致了当地俄军的防御力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同时，俄罗斯还是在叙利亚建立了许多招募中心，为乌克兰冲突招募叙利亚雇佣军。不久之前，在苏丹的俄罗斯军队也遭遇了不明人员的攻击。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代表安德烈·尤索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我们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但他同时又说，乌克兰将摧毁俄罗斯战犯，无论他们身处在何处。美国媒体表示，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参与了至少8次袭击，无人机控制器上可以看到乌克兰文字。专家们还表示，攻击俄军使用的战术及无人机直接俯冲目标的模式，在苏丹和其他非洲地区非常常见，但和俄乌战场乌军的战术几乎如出一辙。从2017年开始，苏丹开始向俄罗斯开放采矿权和红海上的军事基地，这也是瓦格纳的重要据点。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透露，瓦格纳参与向苏丹提供地对空导弹，这表明了俄罗斯参与了苏丹军事部队的援助。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在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接触，作为其对抗俄罗斯影响力战略的一部分。虽然许多非洲国家保持中立的立场，但是俄罗斯的影响力在逐渐削弱。利比亚、肯尼亚、加纳、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卢旺达等国家正在寻求与乌克兰建立更密切的关系。5月31号，美国空军签署了第一份联合打击导弹巡航导弹，也就是 GSM 的合同。建造方是挪威的 Kongsberg Defence， 合同价值 1.41 亿美元。该公司之前为美军提供过 AGM-119 企鹅反舰导弹和 RGM-184 海军打击导弹。五角大楼的合同显示，导弹的测试制造工作将在挪威的康斯贝格进行，预计将于2026年8月31号完成。目前尚不清楚空军希望通过这份合同获得多少枚导弹，但之前有消息称，美军计划在第一批接收48枚，并最终获得268枚。GSM 是海军打击导弹的衍生产品，在空射的同时还增加了射程，其最大射程为560公里。当导弹在低空突防模式时，射程会减小一半。GSM 拥有118公斤重的弹头，可以使用 GPS、INS 或者地形测绘来导航到指定的目标区域。根据战区的报道，该导弹的地形测绘组件能够让它在没有 GPS 的环境中也能达到目的地，这代表着该导弹在面对全频段电子干扰的抵抗能力将大大增加。乌克兰战争表明，对电子战的抗干扰性将成为未来武器的至关重要的属性。同时 GSM 还有一层隐身涂料，末端采用红外制导。当然最重要的是它的尺寸合适。F-35A 联合攻击战斗机的内部武器舱，因此美国海军的 F-35C 也可以携带该武器。但是 F-35B 的内部弹舱呢就要比 A 型小，所以海军陆战队是无缘了该武器。康斯伯格还进行了合适性检查，尝试在 F-15、16、F-A-18 上也携带该武器。同时也在尝试在 F-35 外部携带该武器，不过这会破坏 F-35的隐身性，有些本末倒置了。对于空军来说， GSM 的最大好处呢，可能是导弹本身已经开发出来了，并不是那些只有一个 PPT 的先进武器。除了挪威之外，日本和芬兰还宣布了用这些导弹武装该国的 F-35A 的计划。目前尚不清楚空军何时有望在 F-35A 上正式装备该武器，也不清楚该武器的时装是否与延迟已久的 Block 4升级包有关。之前美军声称 Block 4的改进是 F-35一系列新武器的关键。美空军此前曾表示，购买 GSM 是将更大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整合到 F-35A 上的桥梁。然而远程反舰导弹过大，并不能在任何 F-35的弹舱内携带。同时 GSM 不仅能对舰，也能对地。
现在看来 GSM 对于 AGM-158 来说颇有一种寄生于核生量的感觉。由于其更小的体积，美军还计划将该武器安装在其他飞机上，目前已经在 F-16 上展开测试。通用电子公司也计划将 GSM 作为其 MQ-9 死神系列的潜在武器选择。长期以来，美国空军的远程巡航导弹一直没有新品产生。AGM-158 以现代目光来看，性能呢并不算出色，尤其是它无法和 F-35 联合战机适配。可以说 GSM 是一款划时代的武器，在保证了 F-35 隐身性同时，大大增强了其防区外打击的能力，还能兼顾对地和对舰作战任务。除了 GSM， 美军还计划生产另一种廉价巡航导弹，该武器对标的可能是俄罗斯正在使用的见证者远程无人机。五角大楼今天宣布，5家公司已经参与了竞标，其中一家名叫 Zone5 的公司已经发布了渲染图，看起来就像是 AGM-158 的翻版。另一家叫做 Danix 的公司的渲染图和之前美军援助乌克兰的 GBU-69B 精确制导滑翔炸弹非常相似，很难说两者有没有亲属关系。五角大楼表示，新武器的目标是一种射程达到1200公里，每颗价值控制在15万美元以内的武器。作为对比 ，AGM-158 的增程版本 JASSM-ER 的价格约为150万美元，而其最大射程为965公里。而该国提过的 GSM 预计单枚价格在270万。之前呢，美国对于新型低成本巡航导弹并不感兴趣。然而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在红海的消耗过于巨大。今年4月，海军部长卡洛斯托罗表示，在这些行动中，仅他的军种就发射了将近10亿美元的导弹了。如果不出意外，五角大楼和空军将在明年1月之前开始测试4种新的巡航导弹。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家公司的材料有的说是无人机，有的说是巡航导弹。最近这些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例如，俄罗斯所使用的见证者136，其原理更接近于弹道导弹，而非无人机。该武器采用卫星进行模糊制导，由一台活塞发动机提供动力，而且在启动之后无法再进行目标的更改，缺乏末端变轨的能力。同时拥有无人机的外形、巡航导弹的飞行模式以及弹道导弹的制导方式，很难明确地确定其类型，但是按照官方宣传，我们还是称其为无人机。6月3号，空中客车公司在柏林举行的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议上推出了隐身僚机的概念模型。值得一提的是，空客称该飞机为 Wingman， 也就是僚机的英文。在空中客车公司的愿景中，僚机将是一种无人驾驶战斗机型无人机，将由当前战斗机的飞行员控制，并且将处理更危险的高风险任务。空中客车公司首席执行官舍尔霍恩在新闻稿中称，德国空军明确表示将在2040年之前在空军部队中加入无人僚机，而我们的 Wingman 概念就是答案。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和微调，以便最终我们能够为德国空军提供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使其在2030年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并且增加其战斗机机队威力。目前尚不清楚今天公布的僚机是否会成为原型机，但就目前而言，该机呢是采用平滑棱角分明的设计，表明了隐身技术，没有突出元件有助于减少雷达散射截面。该飞机特点呢是位于飞机前部附近的小型压翼，压翼呢可以增强机动性和控制性，特别是在高速和隐身操作期间，但同时压翼也会减小其隐身性能，这说明了空客需要在隐身涂料上下更多功夫。飞机的机身与机翼无缝融合，这一设计特征呢，通常用于减少阻力和提高空气动力学效率。虽然没有明确可见，但是该设计表明存在凹陷的发动机进气口，这是一种常见的隐身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雷达能见度，并减少热信号。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